三刷肖战的德贤景致，我发现这部电影还是被严重的低估了。我猜很多后来才看过的观众会觉得欠了他们一张电影票，甚至相见恨晚。在我个人看来，这部只有4亿票房的德贤景致，比前些年很多跨年档的几十亿的票房的电影要有质量的多。跟人一样慷慨赴死，像一群人一样前仆后继。我们做的事没得人晓得，我们的子孙与世长存。滚远了这死老百姓，我说的是中国子孙，不光是我下面的老婆孩子。刚又看完一遍，说实话，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复。尤其是最近国际上美伊正在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，而伊朗的反击到底的态度，就是这部电影想要告诉我们所有人的东西。这绝对不是一部简单的抗战爽片，而是孔笙导演和蓝小龙编剧借着这群灰头土脸的小人物，用极致幽默的外壳呈现了一个极其残酷的内核。面对侵略，逃跑和投降没有活路，唯有反抗方能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肖战饰演的莫德贤演得太好了，他真的不像一个顶流，更像一个人民艺术家，因为他把莫德贤从逃跑躲避到拼命的3个阶段很好的诠释了出来。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特别真实，莫德贤一开始就是我们普通人在乱世中最真实的样子，害怕恐惧，只想回家。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破钱工，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就这样吧，反正已经这样了。这是一个已经放弃了拼搏的人才有的想法，用现在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就这样吧，还是摆烂吧。可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，蒋政府都一退再退，从南京迁都重庆，他一个老百姓也的确无能为力。为了活着，他也只能随波逐流，跟着所有人一起逃。当然他也极度的恐惧小日子，所以逃跑并不可耻，因为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求生本能。他们一家从南京到宜昌，再到躲进鸽子镇，他只想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但是他没有机会，因为他叫莫德贤。面对侵略，所有人都没有机会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然而他一开始他也没有想过要做那个逆流而上的英雄，他想着就是带着太爷老婆孩子躲起来，因为那是他对家的最后幻想。他只想要一个手里有活心里不慌的平静生活。鸽子镇反过来就是止戈镇，不就意味着刀兵停歇，远离战争吗？而在小日子的眼里，那就是武镇。这群侵略者最崇拜的就是他们的武士道精神，所以他们想要武力征服，想要把中国人变成他们的顺民，所以他才要德贤在弯腰鞠躬后再杀了他。然而当鬼子的枪口对准家人，莫德贤也终于明白，躲避换不来安全，弯腰只能等死。但是会感恩的人也会记住说你干死了我，再让我的故人死了他们，让我看看天昏地暗。所以他要和鬼子拼命，一拳打爆了小日子的鼻梁骨。咱们的8级钳工不仅有勇气、专业技能，还有力量，但是在面对侵略压迫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的力量是明显不够的，因为大多数人安逸久了，就好了伤疤忘了疼。比如卖货郎过了几年安稳日子，近距离竟然都认不出那个日本兵了，是不是讽刺意味拉满了？那个14个炮兵也从眼炮变成了游泳嬉戏。所有人一开始都是害怕、恐惧和逃避的，接着就是关上门，麻木不仁，不敢反抗。所以德贤在村子里狂奔呐喊，就是要唤醒那些沉睡的同胞，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反抗的意识和勇气，所以才会出现那一幕。大丈夫大丈夫。どうした？なんでもねえよ。ただのアホだ。真的让人很绝望。但是你的善良和软弱就会成为别人践踏和蹂躏你的机会，直到最后所有人开始觉醒，退无可退的爆发，要么死，要么向死而生。所以最后才会有这一段，打一场死人来打的仗。这是一场血肉与钢铁的对决，但是此时所有人的意志却比钢铁还要坚硬。
为什么电影中太爷从未怕过日本人，就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一开始就做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。他只想碰到活的日本人，想要亲手干掉他们。所以他在电影中是唯一一个看到小鬼子会兴奋的人。他会拿着菜刀和斧头正面硬刚小日子，虽然快到100岁了，疯疯癫癫，但是心里却很清楚，退缩没有出路，只有硬刚才有活路。所以小鬼子的王八盒子对着老太爷连开了3枪，居然3次都卡了壳。快100岁的老太爷你就是打不死，你说气不气？还有就是莫德贤从一开始只想跑路，到最后唤醒所有人一起战斗，这根本不是他们的主角光环，而是全片最大的主题。只有像一个人一样的慷慨赴死，才会有一群人去前仆后继，子孙才能与世长存。而全镇54个人抗击小日子的故事，就是曾经中国14年抗战的缩影。从刚开始的不抵抗退缩，到后来全面抗战的胜利，历史就是由无数先烈用血或者泥巴写下来的。而这部德贤景致明显就是以小见大，用莫德贤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英雄不是天生的，英雄就是像莫德贤那样战胜恐惧，选择做那个不弯腰有骨气的中国人。其实我觉得我相对自由跟相对放松的一个时间段啊，是在剧组的时候。反而是在剧组的时候。我不觉得它好像是一件工作，我是觉得是在创作一个作品，创作一个人物，创作一个角色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我反而很投入，所以可能会觉得说相对自由吧。肖战的这段采访让我真的看懂了他不是在完成一份叫做演员的工作，而是在创作一个叫做角色的生命。别人眼中的熬夜背台词，是他与角色的深夜长谈；别人眼中的反复重来，是他为人物灵魂打磨的意识。就像他说的，别人做起来像工作，而我却沉浸其中。这让我想起一个词，心流，就是完全的沉浸其中，忘记了时间，忘记了自我，也忘记了疲惫。这一刻不是消耗，而是生命的滋养。就像他一样，不是在完成一份任务，而是在用自己的灵魂去唤醒另外一个灵魂。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？可能是你拿起了画笔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时候，自己写下了几行字，正好击中我们自己灵魂的时候，做出了一道美味的菜肴，家人们品出了幸福味道的时候，还可能是周末自己在整理房间，整个心都安静安稳的时候。这些呀，都是独属于你自己的心流时刻，它不会写进你的履历表里，但是会刻进我们的生命中。我特别喜欢稻盛和夫的一句话，极致的生活是在每件小事里找到热爱。那些活得特别滚烫的人，不是天赋异禀，而是在每一个当下都把自己活成了最热爱最滚烫的样子。不要只在别人的故事里羡慕，而要活成那个让自己羡慕的人。热爱等不起，只有在我们鲜活的时候，它才会生根发芽。想一想，你还有什么忘记的梦想？捡起来，它还在原地等待。手头正在做的工作，能不能换个心态，把它变成自己的热爱？最后，愿我们和战战一起找到那个让我们沉浸其中的事业，愿我们的热爱能抵一切漫长，愿我们的灵魂永远自由，永远滚烫。